命由八字先天定，运由风水起波澜。我是三亮道人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一起揭开命运的奥秘，掌握命理与气场能量，帮助您趋吉避凶，福运相随。如果您有问题，欢迎加入我们交流群，免费咨询，或者呢，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析。生肖猪天生带有一份宽厚与善良，他们的心胸如同广袤的平原，总是愿意容纳各种不同的人和事。他们对人性怀有一份天然的信任，对待朋友、家人甚至陌生人，都带着几分真诚和包容。这种性格让他们在生活中显得格外温暖，也因此常常成为身边人的依靠。不管是朋友之间的倾诉，还是亲人之间的支持，生肖猪总是愿意伸出援手，用自己的善意去温暖他人。他们不喜欢斤斤计较，也不愿将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执中。对他们来说，和平与和谐才是人际关系中最珍贵的东西。然而，这种天性虽然美好，却也并非没有缺点。生肖猪的宽容有时会让他们显得过于单纯，甚至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时缺乏足够的防备。他们往往相信人性本善，觉得只要自己真心待人，别人也会以同样的真心回报。然而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单纯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受到利益、误解、性格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。正因如此，生肖猪的人际关系虽然看似平静和谐，但也潜伏着一些隐患。近期，命理显示，生肖猪将迎来一场人际关系的调整，3个人将逐渐从他们的生活中淡出。这场人际关系的变动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，而是生肖猪的命运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。以下，我就告诉你即将远离生肖猪的这3个人都是谁，以及这些人的离去对生肖猪意味着什么。首先，即将离去的第一类人是因利益而来的过客。生肖猪的人在交友方面从不设防，他们待人真诚，从不轻易怀疑别人的动机。这种性格让他们在社交圈中颇受欢迎，也容易吸引到形形色色的人。然而，也正因为这份真诚，他们有时会成为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目标。第一类即将远离生肖猪的，便是那些曾经因为利益而接近他们的人。这些人可能是同事、商业合作伙伴，甚至是一些表面上亲密无间的朋友。他们在生肖猪顺风顺水时靠近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甚至在需要帮助时频频向生肖猪求助。然而，一旦生肖猪无法再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资源，或者他们发现了新的机会，这些人便会悄无声息地离开。这类人的行为模式往往非常典型，他们可能在初期表现出极大的友好，用甜言蜜语和虚假的关心来拉近与生肖猪的关系。比如，一个同事可能在工作中频频请教生肖猪，甚至在私下里表现得格外亲近。但当他们升职或者找到更好的靠山后，便不再与生肖猪往来。又或者，一个朋友可能在经济困难时向生肖猪借钱，承诺日后偿还，但一旦渡过难关，便逐渐疏远，甚至避而不见。这些例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，而生肖猪往往因为自己的善良，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对方的真实意图。这类人的离开，对生肖猪来说未必是坏事，反而是一次宝贵的教训。他们的远去就像一面镜子，让生肖猪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人性的复杂性。虽然生肖猪天性不愿怀疑他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毫无保留地信任所有人。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利益的得失而改变态度，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与你并肩而立。因此，生肖猪需要学会在未来的交际中更加警觉，观察对方的行为是否与言语一致，尤其是在涉及利益交换时，更要保持一份清醒的判断。具体来说，
生肖猪可以从一些细节中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朋友，比如，一个朋友是否只在自己需要帮助时出现，而在你需要支持时却总是缺席。他们是否只关注你的资源和能力，而不是你的内心感受。通过这些观察，生肖猪可以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判断标准，避免将时间和情感浪费在那些只图利益的过客身上。这类人的离开，虽然可能让生肖猪感到一丝失落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却是为他们的生活腾出了空间，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更值得珍惜的关系。再者，即将离去的第二类人，是因沟通不足而疏远的朋友。生肖猪的性格温和而随和，他们不喜欢主动迎合别人，也不擅长刻意去维系一段关系。对他们来说，人际关系应该自然而然，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和经营。这种态度虽然让他们显得真实而坦诚，但也可能导致一些误解。特别是当对方期待更多的互动和关注时，生肖猪的被动可能会让对方感到被忽视。第二类即将远离生肖猪的，便是那些因为缺乏沟通而逐渐疏远的朋友。这些人可能是曾经的知己，也可能是某段感情中的伴侣。起初双方关系亲密无间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彼此的交集越来越少，生肖猪也没有主动去联系，最终这段关系便走向了陌生。这种疏远的过程往往是悄无声息的，比如一个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，可能因为工作繁忙而减少了联系。生肖猪虽然心里惦记，却很少主动发消息询问近况。时间一长，双方的交流便越来越少，最终只剩下节日的几句寒暄。又或者，一段感情中的伴侣，可能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小摩擦。生肖猪选择沉默以避免冲突，但这种沉默却让对方误以为他们不在乎，最终导致感情的裂痕越来越大。这些例子表明，生肖猪的随和虽然是一种优点，但在人际关系中，有时也需要主动迈出一步，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。这场关系的疏远，提醒生肖猪在未来的社交生活中需要更加主动。一个简单的问候，一次随手的电话，甚至一次面对面的聚会，都可能重新点燃一段关系的火花。人际关系就像一株植物，需要不断的浇灌和修剪，才能保持生机。如果总是等待对方来维系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方的渐行渐远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对自己重要的人，生肖猪不妨试着放下被动的心态，主动表达自己的关心和在意，或许就能挽回一段即将逝去的情谊。当然，也并非所有的疏远都需要挽回。有些关系之所以淡去，是因为彼此的生活轨迹已经不同，强行维系反而会让双方感到疲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生肖猪需要学会分辨哪些关系值得修复，哪些关系可以自然放手。关键在于用心经营，而不是被动等待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在人际关系的起伏中找到平衡，既不因疏远而遗憾，也不因执着而受伤。此外，即将离去的第三类人，是因感情缘尽而离去的人。生肖猪的人温柔体贴，愿意为身边的人付出，甚至在感情中常常表现出无私的一面。他们重视情感，愿意为了维系一段关系而忍让和牺牲。然而，这种性格虽然让他们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，却也可能让他们在某些关系中显得过于被动，甚至忽略了自己的需求。第三类即将远离生肖猪的，便是那些在感情中得不到回应，或者逐渐对生肖猪失去兴趣的人。这些人可能是深爱过的伴侣，也可能是曾经的好友。他们或许曾经对生肖猪投入了极大的热情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最终选择了离开。这种离去往往会给生肖猪带来较大的情感冲击，比如一段曾经刻骨铭心的恋情，可能因为对方的冷淡或背叛而走向终结。生肖猪虽然付出了真心，
却无法改变对方的决定。又或者，一个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，可能因为生活观念的差异而逐渐疏远，最终彻底退出彼此的生活。这些经历对生肖猪来说无疑是痛苦的，因为他们往往将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，愿意为了对方而调整自己。然而，当感情变得不对等时，他们的付出反而可能成为一种负担，最终导致关系的破裂。这类人的远去虽然让人伤感，却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他提醒生肖猪，在感情关系中不能一味的忍让和迎合，而要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。一个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互动，而不是一方的无限妥协。如果对方无法回应自己的真心，那么放手或许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。生肖猪需要明白，感情的深浅往往不由人控制，而是缘分使然。那些注定要离开的人，无论如何挽留，最终还是会走远。与其沉浸在失去的痛苦中，不如从中吸取教训，让自己变得更坚强、更成熟。命理显示，2025年是生肖猪冲太岁的一年，整体运势较为动荡，尤其是在人际关系和情感方面，会面临较大的挑战。冲太岁的年份往往意味着变化和调整，生肖猪可能会发现一些旧有的关系出现裂痕，而新的关系也需要谨慎对待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年只有负面影响，相反，它也是一次重新梳理人际关系的机会。面对这场人际洗牌，生肖猪需要保持理智和从容，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变化。对于那些因利益而远去的人，生肖猪不必过于留恋，而是要在未来的合作中更加谨慎，保护自己的利益。对于那些因沟通不足而疏远的朋友，如果关系值得挽回，不妨主动迈出一步。而对于那些因感情缘尽而离去的人，则需要学会放下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成长。无论如何，生肖猪要明白，无论是谁的离去，都不应该动摇他们的内心平衡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在这场变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，让未来的道路更加清晰，更加坚实。